各位好，歡迎來到本期的美股坐標系。今天我們不聊個股，咱們今天說一個美股市場上被誤解最深的一類產品——槓桿 ETF。我相信很多人都買過此類產品，原因很簡單，刺激。這裡以美光科技 MU 為例，去年2025年一整年漲幅 239%， 與此同時，相對應的2倍 ETF 基金 MUU 漲幅高達 558%， 是不是感覺爽翻了？那我們再看一只股票。特斯拉去年整體漲幅是 11.36%， 相對應的2倍 ETF 基金 TSLL 漲幅是負 38.58%， 正股漲了，槓桿 ETF 反而虧錢。這不是某個極端案例，這是槓桿 ETF 的數學本質。很多人買槓桿 ETF 是因為覺得漲2倍，跌的時候最多也就2倍，這個邏輯看上去對稱，實際上是錯的。今天我們就從這個最根本的問題出發，把槓桿 ETF 說清楚，它到底是怎麼運作的，什麼時候可以用，什麼時候用了就是在給自己挖坑。從正股到槓桿 ETF， 它們的關係是什麼？先從最基礎的東西說起。正股就是你直接持有的那只股票，比如英偉達、台積電、美光半導體，它每天的漲跌就是公司實際價值在市場上的反應，沒有任何放大，1%就是 1%。槓桿 ETF 不一樣，它不是讓你直接持有更多股票，而是通過期貨合約、利率互換、借貸等金融衍生品來模擬出一種放大效果。2倍槓桿 ETF 的目標是，正股今天漲 1%， 它漲 2%， 正股今天跌 1%， 它跌 2%， 3倍就是3倍放大。還是以美光半導體為例， MU 是美光的股票代碼，市場上有一支叫 MUU 的產品，它的設計目標就是每天放大 MU 漲跌幅的2倍。它沒有買2倍數量的 MU 股票，而是通過衍生品複製了這個敞口。這裡有一個關鍵詞必須記住，每天。槓桿 ETF 承諾的是每天放大2倍，不是你持有1年之後總回報放大2倍。這一個字的差別決定了它的全部風險邏輯。關鍵點在於每天重置。為什麼這件事那麼重要？每天下午收盤，槓桿 ETF 要做一件事，重置槓桿比例。為什麼要重置？很簡單，基金要保證第二天早上開盤，它對正股的敞口依然是2倍或3倍。如果正股今天漲了，基金賺了錢，資產規模變大了，它就要買入更多衍生品，把敞口調回2倍。如果正股今天跌了，基金虧了錢，資產規模縮小了，它就要賣出一部分衍生品，防止槓桿超標。用一個比喻，你可以把槓桿 ETF 想成一輛每天晚上都要重新調校的賽車。每天早上你上車，它都是2倍馬力或3倍馬力。但這輛車不管你從哪天開始開的，它只保證今天這一段路的加速倍數，不保證你1年後到達終點時比別人快了多少倍。這個每日重置是理解槓桿 ETF 一切問題的起點。磨損是怎麼產生的？用一個2天的例子說清楚。現在來看最核心的問題，磨損。數字都是假設的，但邏輯是真實的。第一天 MU 從100元漲到110元，漲幅 10%， 對應的2倍槓桿 ETF 目標是漲 20%， 從100元變成120元。第二天 MU 從110元跌回100元，跌了多少？不是 10%， 是 9.1%， 因為它是從110跌到100，跌幅只有 9.1%。2倍槓桿 ETF 对應跌了 18.2%， 從120變成了大約 98.2 元。結果 MU 2天總回報是 0%， 它回到了原點。而2倍槓桿 ETF 2天總回報是負 1.8%， 虧了將近2塊錢。正股沒動，槓桿 ETF 反而虧了。先停在這裡，把這個數學的根源講透，因為這是整個問題的核心。很多人直覺上覺得漲 10%再跌 10% 應該回到原點，但實際上你試着算一下，100元漲 10% 變成110元，110元再跌 10% 變成99元，不是100是99。你以為来回对称，其實你已經虧了 1%。為什麼？因為漲的時候你的基數是100，跌的時候你的基数是110。同樣是 10%， 作用在不同的底数上，結果就是不一樣的。要從110回到100，你只需要跌 9.1%， 不是 10%。這就是对称漲跌，但不等價。漲跌幅看起來一樣大，但对净值的拉扯力度是不对称的。
槓桿 ETF 的問題在於，它把這個不對稱放大了。正股漲10%，跌9.1%，來回之後淨值不變。2倍槓桿 ETF 漲20%，跌18.2%，來回之後淨值是98.2%，少了1.8%。不是槓桿 ETF 在偷你的錢，是市場波動本身就有不對稱性，而槓桿 ETF 把這個不對稱放大了。倍數越高，放大越厲害，每一次來回的磨損就越大。現在再進一步，用3天的周期来看，磨損是怎麼累積的？還是 MU 的假設，起點100元 ，MUU 起點也是100元。第一天 MU 漲5%，從100變成105，MUU 目標漲10%，從100變成110。第二天 MU 跌4%，從105變成100.8，MUU 目標跌8%，從110变成101.2。第三天 MU 漲3%，從100.8變成103.8，MUU 目標漲6%，從101.2变成107.3。3天結束 ，MU 的總回報是正3.8%。你可能以為 MUU 應該是7.6%，也就是正好2倍，但實際上 MUU 的總回報大約是7.3%，比理論上的2倍少了將近0.3個百分點。3天只差0.3%，聽起來不多，但你要注意，這裡的波動幅度其實不大，最大單日漲跌只有5%。如果換成更劇烈的行情，比如單日漲跌動輒10%、15%，這個差距會以指數級放大。而且這裡只有3天，如果你持有3個月、半年，這個磨損每天都在發生，是在複利基礎上不斷疊加的，到最後累積的偏差會遠超你的預期。可以這樣理解，正股的波動每一次來回都在消耗槓桿 ETF 的淨值，就像輪胎和地面的摩擦，你跑的圈數越多，輪胎磨損越嚴重。正股就像鋪了一層光滑地面，輪胎磨損慢；槓桿 ETF 相當於鋪了一層粗沙路，每一圈都多磨一點。行情越震盪，這條路越粗糙，磨損越快。這就是波動衰減，英文叫 volatility decay， 也有人叫 beta slippage。倍數越高，摩擦越大，磨損越快。有研究數據顯示，一支3倍槓桿 ETF 在正股2天內漲10%，在跌回原點的情況下，自身淨值會縮水超過5%。3倍槓桿磨損是2倍槓桿的好幾倍，不是線性增加，是指數級放大。還有一件事很多人忽視了，槓桿 ETF 要維持每日重置，需要不斷購買衍生品合約，這些合約有管理費，有借貸成本。根據2024年的數據，單只股票的槓桿 ETF 平均年費用率在1%左右，比普通 ETF 高出很多。這意味着什麼？即便行情沒有明顯波動，光是持有成本每年就在悄悄侵蝕你的本金。如果你把槓桿 ETF 當成長期持倉，等於你每年不僅要跑贏正股漲幅，還要額外抵消這筆費用。這兩件事疊加在一起，長期持有的磨損遠比大多數人以為的要大。說了這麼多風險，你可能會問，那槓桿 ETF 還有用嗎？有，但要搞清楚它適合什麼樣的場景。第一種場景，短期單邊上漲行情。如果一只股票剛剛發布了超預期的財報，市場預期它接下來會連續幾天強勢上漲，或者某個行業熱點爆發，方向明確，向上趨勢清晰，這種情況下，槓桿 ETF 可以起到加速的作用。正股漲了10%，2倍 ETF 就接近20%，3倍就接近30%。如果你判斷對了方向，持有時間短，止盈及時，槓桿 ETF 能把短期收益顯著放大。這種用法的關鍵詞是視線驅動，方向明確，持有時間短，倉位控制嚴格，不是重倉壓住，而是在有把握的短期窗口內戰術性加速。第二種場景，你想對沖某幾天的方向性敞口。有經驗的交易者有時候會用反向槓桿 ETF 來對沖持倉，但這已經是更複雜的策略，不在今天的討論範圍內。什麼時候絕對不該碰它？這是更重要的問題。第一，震盪市，方向不明。行情今天漲3%，明天跌2%，後天又漲1%，反覆橫跳。在這種行情裡，每一次波動都被放大，磨損在每一個來回裡積累。正股可能最終持平甚至微漲，但槓桿 ETF 在這段時間裡的淨值已經被反覆摩擦，顯著低於你的買入成本。越震盪磨損越快，行情越沒有方向，槓桿 ETF 越不適合持有。第二，
當成長期投資工具。很多散戶的邏輯是，我看好英偉達的長期前景，那我買英偉達的3倍槓桿 ETF 不是應該賺更多嗎？這個邏輯有2個致命的問題。第一，就算英偉達長期向上，中間必然有劇烈的震盪和回撤，每一次回撤都會被放大3倍，對心理和賬戶都是嚴峻考驗。大多數人在深度虧損的時候會止損離場，然後錯過後面的反彈。第二，即便你拿住了，磨損也在每一天悄悄發生。有人統計過，標普500 3倍槓桿 ETF SPXL 在某些5年時間段裡，它的累計漲幅跟 SPY 本身差距極其有限，但 SPXL 在這段時間裡的最大回撤超過了 77%。也就是說，你承擔了3倍的痛苦，但最後拿到的收益跟原來差不多，而且中途可能已經被震出去了。3倍的收益沒有，3倍的痛苦全有，這是長期持有槓桿 ETF 最常見的結局。聊到這裡，我想說一件市場上很少有人清楚說明的事：槓桿 ETF 的磨損本質上是在幫誰賺錢？答案是做市商和基金公司。每次重置都需要買賣衍生品合約，每次大幅波動，基金就要在高位買低位賣，這是一個結構性的高買低賣機制。這些交易成本以及管理費最終從基金淨值裡扣除。持有槓桿 ETF 的散戶每天都在為這個機器運轉付出摩擦成本。一個研究做空槓桿 ETF 策略的論文指出，做空多頭槓桿 ETF 夏普比率，一個衡量單位風險下收益的指標可以高達 2.12。換句話說，從理論上講，站在槓桿 ETF 對面的人，長期來看有穩定的結構性優勢，而絕大多數散戶是站在槓桿 ETF 裡面的。這不是在說這是騙局，規則是公開透明的，但你應該知道，你是在參與一個對自己結構上不利的遊戲。很多人買槓桿 ETF 是因為想放大收益，但如果你的目標是長期積累財富，真正有效的槓桿不是一個標注着2%或3%的產品，而是倉位管理和風險控制的能力。具體是什麼意思？就是你在判斷對了一個方向之後，能否有紀律的重倉，有紀律的止損，有紀律的持有到位，而不需要產品本身給你自動放大。用高倉位持有正股，長期來看，你承擔的是該有的風險，沒有額外的結構性摩擦，也沒有每日重置帶來的磨損。槓桿 ETF 是一個工具，設計的場景是短期、方向明確、波動可控的窗口。一旦你把它用在了它不擅長的地方，震盪式長期持有，它就從加速器变成了磨損器。這2種功能不是隨機切換的，完全取決於你對市場狀態的判斷以及你持有時間的選擇。今天的核心結論很簡單，槓桿 ETF 不是騙局，但它是一個被大多數散戶誤用的工具。它的威力來自於短期單邊行情，它的陷阱來自於震盪和長期持有。在用它之前，你需要先問自己一個問題：我判斷的這段行情是單邊的還是震盪的？持有時間是幾天還是幾個月？如果你回答不了這2個問題，那最好先不要碰它。好了，本期內容就到這裡，我們下期見。